我双目失明，来大山之交不慎跌落山崖，本以为是被淳朴的山民救下，却不知台下坐着的是祖龙全家。此人突然出现，莫非是仙人？始皇有3大死因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服用了罪臣徐福炼制的仙丹，中毒而亡。千古一帝竟是这么死的！大胆！你竟敢信口雌黄，这不是欺君之罪吗？先生，你说徐福炼制的仙丹有剧毒，可他服用后为何没有当场毙命？始皇当初就错在找人试药，你若找几只兔子来喂，保证喂一只死一只。朕竟被骗得这么惨！徐福，朕要将你碎尸万段！陛下息怒，诛杀徐福这等小事，何须陛下亲自动手？父皇，儿臣早就上奏，寻仙丹劳民伤财，今日既知徐福是骗子，就该立刻停止此事。父皇，我大秦岂能容此等奸贼？完了，一口一个父皇陛下，狮头猪都猜到这是大秦了。先师要是知道朕的身份，以后还怎么敢教真本事？村长，我原以为你们村子很封建，没想到竟封建到了极致，反而开放起来了，都开始玩角色扮演了。陛下，这些词可能是仙家术语，但楚元应该还没发现我们的身份。楚元见笑了，我这几个儿子一激动就这样。徐福用水银炼制的仙丹剧毒无比，导致秦始皇最终只活到49岁。49岁？朕今年42岁，岂不是只剩7年寿命？那始皇服用丹药后，难道就无药可解吗？当然可以，有病症自然就有解法。父亲，老师说你有救了。那楚元，后来徐福又是如何逃走的？这秦始皇简直被徐福耍得团团转。秦始皇不仅没有杀他，还继续让他带领着数千名童男童女再次出海，胆大包天！朕真想把他碎尸万段。徐福逃离大秦后，成了樱花国的祖先，此后2000多年屠戮我华夏同胞3500多万人。3500多万，整个大秦的人口也不过2700多万，朕竟然成了害死子孙的千古罪人。父亲，村长，你怎么了？楚元，您老实告诉我，他在后世是不是被骂作暴君，甚至是千古罪人？千古罪人，他可是我的偶像，是万千后世子孙的偶像。如果非要给秦始皇一个评价，那只有4个字：千古一帝。难道朕的功绩当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？扫六合一统天下，车同轨书同文。扫六合，车同轨，试问千百年来，哪一位帝王能有如此功绩？父皇神威盖世，恭贺陛下！这群角色扮演狂热粉没救了。蒙恬将朕的仙丹分给10名秦瑞士，用灰兔试药，一旦有异，立刻将徐福带来。扶苏，灰兔一旦有变，立即召集百官于咸阳殿议事。诺。徐福来了吗？启禀陛下，徐福已到殿外。宣徐福上殿。难道秘密泄露了？看来跑路计划必须提前。陛下，臣前几日幸得仙人托梦，说海外有3座仙山，山中有仙人居住，那仙人处有长生不老药，只需10船金银珠宝和3000童男童女便可换取。徐福，你竟敢用毒药炼丹，意图谋害朕！陛下，冤枉啊！还敢狡辩，给朕掌嘴！那朕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把东西带上来。当场试药，完了！徐福，你竟敢拿水银丹药来诓骗朕，该当何罪？陛下息怒，陛下，臣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千秋万代呀！徐福，你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死罪！陛下，臣不是要逃跑，是仙人指使臣这么做的。哦，仙人让你这么做的。陛下，朕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朕的子民分毫，哪怕他是仙人。因为陛下已见过真正的仙人，包括你徐福的后代，屠杀我大秦子孙后代3500多万，给朕用水银灌死他，剁成肉泥，挫骨扬灰。后世之人称呼父皇，并非暴君，而是千古一帝。陛下诛杀奸佞，为民除害。我徐福怎么会败了？到底是谁？是谁泄露了我的计划？谁在背后念叨我？
莫非是哪个 KTV 的公主妹妹想我了？全是韭菜小葱，我都快吃吐了。这村长送的什么破食材？您的学生扶苏获得智力+1，宿主获得知觉+2，土豆种子500颗。黄河中下游因夏日洪水，百姓欠收，已爆发饥荒，请求调拨粮草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关中粮草岂能救济外人？博士大人，我依稀记得您以前好像是齐国博士。哼，今日朝会到此为止。李斯拟案，扶苏留下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。够了！你不配做朕的儿子！儒家那套你还没学够吗？滚出去！陛下息怒，龙体为重啊！陛下，黄河下游那些身份卑贱之人，多死一些更有利于统治。扶桑公子受儒家毒害太深，实在不适合继承大统。也就是说，你反对扶桑的观点？胡亥公子杀伐果断，才是继承帝位的不二人选。你在宫里待了这么久，是想被满门抄斩吗？阉人也敢干涉朕的家事？陛下，陛下息怒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源，莫非王臣。如今燕赵齐三国已灭，三地百姓又如何不是我大秦子民？淳于越等人竟然说什么燕赵齐三地百姓不堪教化，多死一些更有利于统治。他是想让大秦帝国分裂吗？赵高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分裂帝国，那之前为六国统一流血牺牲将士的英灵，又如何安息？陛下，陛下，老奴也是一时糊涂，请您原谅老奴。哼，一时糊涂，朕让你评价朝堂之事，你评价错了也就算了，可扶苏迂腐，却也是朕看中的儿子。你竟然当着朕的面，为了推荐胡亥，贬低扶苏！什么时候，你也配染指朕的家事？太监，就是没有格调，给朕掌嘴，到天亮！我怎么这么蠢？跟了陛下这么多年，竟然在这节骨眼上说错话！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这好生霸气绝伦的诗句！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同风而起，翱翔长空，何等霸气，何等壮志凌云！教导皇子的那些酸儒，成天只会知乎者也。楚先生随口一句，便远胜他们100倍。如此好事，岂是凡人能做？楚老师，你还敢说你不是异客？楚老师，此诗好生霸气。老师，这首诗这么厉害，是老师您自己写的吗？老师，大鹏是什么鸟？这些东西可以用来烹饪吗？好了，先收收心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秦朝的历史。振奋6世之余烈，一统天下，创下这万世基业。大秦国后定能绵延万代，至少也要比周朝的800年更长久吧。今天的课题是大秦2世而亡的原因。大秦2世而亡？是啊，大秦2世而亡。朕统一度量制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设郡县，倾尽一生心血，才换来天下一统。竟然2世而亡，也就是说，朕驾崩之后，大秦就亡了。
父亲，儿子绝不会。你还敢狡辩？定是你那酸腐的儒家思想，令你迂腐不堪，最后被那些儒生掌控，败光了朕的江山。你这废物！秦村长，你在干什么？不好，差点在异客面前暴露了身份。你们 cosplay 也太上头了吧？怎么入戏这么深，把自己儿子打成这样？秦村长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是你如果在课堂上随便打人，我以后可不能让你进我的教室了。这赵家村的人真是古板，天天玩角色扮演，还真把自己当秦始皇了。让儿子演扶苏，动辄打骂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楚先生息怒，是我冲动了，您继续。楚老师，秦苏这小子天天满脑子儒家思想，简直像是着了魔，就跟秦代那个扶苏一模一样。那个扶苏灭亡了大秦，他要是生在古代，也得灭亡了我老秦家。谁告诉你大秦是扶苏灭亡的？谁说秦二世是扶苏的？楚先生刚才说明确说大秦二世而亡，如果二世不是我，那能是谁？不是扶苏，那是谁？当然是胡亥啊！胡彦，胡亥！难怪朕觉得奇怪，扶苏就算不能开疆拓土，守城也绰绰有余，怎么会二世而亡？朕怎么就没想到篡位这一出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篡夺朕下达的旨意！我的好弟弟，你可真是好本事啊！就是你，害我平白无故挨了父皇一个大逼斗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知道吃鸡蹄腿。秦村长，你怎么又吓唬我的学生？你们这 cosplay 的瘾是不是太大了？天天演秦朝不嫌腻吗？有本事你们去演李云龙救秀莲那段，那多激烈！李云龙、秀清、救人，莫非这李云龙是后世的一员猛将？能被楚先生特意提起，必定非同小可。楚老师，学生秦苏想不明白一件事。你说，始皇明明重点培养扶苏，按理说胡汉根本没有篡位的机会，胡汉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机会啊？好，见你好学，老师就给你好好讲讲。始皇确实看重扶苏，按道理胡亥确实没有任何篡位的机会，但问题出在始皇驾崩的时候，扶苏并不在他身边。扶苏深受儒家思想毒害，迂腐不堪，竟然顶撞始皇。始皇一怒之下，就把他罚去和蒙恬一起守边疆了。和我？这怎么还有我的戏份？秦始皇恍然大悟，随即狠狠地瞪向扶苏。难怪会被篡位，原来是扶苏不在咸阳。儒家思想好啊，教的真是谦卑呀，连皇帝都敢顶撞了。看来被发配边疆丢了皇位，这扶松也是罪有应得。如果不是父皇将我发配边疆，事情怎会落到如此地步？唉，说起来，这扶苏也是个可怜人，虽然迂捕了些，但确实是个谦逊君子。可是帝王需要的是果断，而不是无用的谦逊。正是因为这所谓的谦逊，扶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胡亥和赵高联手，伪造了始皇的遗诏，赐死扶苏和蒙恬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扶苏竟然一点都没有怀疑，直接就拔剑自尽了。我在历史上竟是如此走的。儒家思想，这就是你学的儒家思想，教的如此迂腐，
连真假圣旨都分辨不出，你还不如胡亥那个废物。可是，无论是哪位皇子，突然接到父皇赐死的圣旨，都不敢轻易怀疑呀。楚元果断打断，只说对了一半。其他皇子接到这种圣旨不怀疑是正常，但唯独扶苏不行。始皇一生只重点培养了扶苏这一个接班人。所谓发配边疆，其实是用心良苦的历练。他把扶苏送到蒙恬驻守的边关，就是为了让扶苏远离那些迂腐文臣，在军营中磨砺成一个铁血帝王。时代的洪流啊！岂是咸阳那些禁军能比的？如果扶苏有哪怕一点点帝王的决断，接到假圣旨时，直接一把撕了，说圣旨是伪造的，然后率领蒙恬大军杀回咸阳。以扶苏在朝野的威望，胡亥拿什么挡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当时蒙恬也是这么苦苦劝说扶苏的，说圣旨极可能有诈。扶苏一死，蒙恬孤木难支，最后也只能无奈自尽。扶苏若不死，胡亥必败无疑。扶苏一死，大秦的命运就此尘埃落定。废物！这个扶苏，他到底都学了些什么狗屁东西？朕费尽心机，倾注了所有心血来培养他，只盼他能撑起大秦的江山。他竟如此愚不可及！扶苏难道就不能理解朕的苦心吗？朕怎么可能下旨杀他？想我蒙恬纵横沙场一生，抗击匈奴，立下无数战功，竟落得这般下场。武将不战死沙场，却死于阴谋诡计和主子的软弱之中，真是令人寒心。父皇，蒙恬将军，我之前竟还心生怨怼，以为是父皇派我去边疆，才让胡亥有了篡位之机。原来这都是父皇的历练。只要我不愿意，胡亥根本赢不了我。是我那迂腐的思想害了自己，害了蒙将军。去他的儒家思想！我扶苏再也不学了。不过说到底，扶苏的死是他自己的性格造成的，但大秦真正的灭亡，全都要算在胡亥的头上。别！好啊，大秦2世而亡，祖宗的基业全都毁在你这个秦2世手里了。篡位也就算了，还假传圣旨杀我与蒙将军，你可真有本事！何止如此啊！胡亥上位后，把始皇剩下的20多个儿子女儿全给杀了，那些柔弱的公主，全都被他下令车裂了。大胆！大胆！太过分了！父皇，大哥，你们好可怕！可怕？你做的事情比我们可怕100倍。为了皇位，你篡改圣旨，坑害长兄，朕尚且能算你是为了权力，可你坑害其他兄弟姐妹，又是为了什么？竟然对亲姐妹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，那可都是你的手足。这根本不是为了巩固皇位，你就是个靠杀人取乐，留你何用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蒙，这位兄弟，你进来把他带走。走。楚老师，我们和父亲是在进行抠死扑勒，
秦汉他刚刚是在演胡亥呢。原来是 cosplay， 那没事了。这小子不学儒家学说后，怎么开始放飞自我了？竟然连楚原那种奇奇怪怪的话都学得这么溜。楚老师，那大秦的灭亡全是胡亥一个人的错吗？如果胡亥的罪过不是全责，或许还能留他一命。很好学啊，大秦灭亡，胡亥肯定有大错，但最大的祸首其实在另外一个人身上。赵高，没错，就是赵高。相处久了，我才发现这些学生理解力差，并不是因为智商问题，而是思想太保守。其实他们的接受能力极强，尤其是秦苏，无论多长的课文，第二天都能倒背如流。最初就是赵高联合李斯篡改了始皇的遗诏，胡亥才能上位的。甚至为了掩人耳目，保证假正史的真实性，赵高还密不发赃，让始皇的遗体在车中放置多日。大胆！这个赵高好大胆，朕都臭了，竟敢如此亵渎朕的圣躯，该死！你又不是秦始皇，你臭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我不臭我不臭。李斯竟然也参与了，朕本以为他会阻止赵高。徐福炼毒丹，赵高乱朝政，胡亥篡皇位，李斯改圣旨，这满朝文武，朕还能相信谁？之后，赵高任人唯亲，在朝中安插党羽。为了排除异己，他还用了一招指鹿为马。指鹿为马？这是什么法子？就是在朝堂之上，赵高牵来一头鹿，谎称这是一匹马，然后他让满朝文武表态，认为是马的站一边，认为是鹿的站另一边。最后，他把那些坚持说那是鹿的大臣全部找借口处置了。坚持说是鹿的，那可都是不肯与他同流合中的大秦忠臣呐！赵高这此人竟然用这种毒计残害忠良，赵高好大胆！他就是这样让大秦衰亡的吗？不仅如此，赵高不仅在朝堂之上排除异己，还支持秦二世加重赋税徭役，对百姓进行各种压榨。丞相李斯就是因为反对赵高加重赋税，最后被赵高陷害入狱，落得个含冤而死的下场。最后朝廷压榨实在太严重，百姓活不下去，不得不造反。反抗大秦的势力越来越庞大，大秦这才走向了衰亡。原来是这样，大秦刚统一六国，又受匈奴百越之患，赋税重一点，朕是清楚的。但这已是极限，再重百姓必然造反。更何况还有六国残余势力蠢蠢欲动。这个赵高竟敢加重赋税，这是在逼天下人反啊！该死的赵高！李斯，朕本恨你篡改遗诏，可你到底还是清楚加重赋税会逼反百姓，想出面阻止，你为何就不能一直忠诚下去呢？扶苏浑身无力，颓然瘫坐在凳子上。扫灭六国，击败匈奴百越的大秦，就这样灭亡了吗？真的就这样灭亡了吗？大秦有那么多精锐的士兵，怎么会输给那些百姓？原因不外乎两点：第一，大秦士兵确实精锐，章邯、王罗等将领也确实能打，但是反抗军中也有不少能征善战之辈。人生起落反复是常态，比如楚国的项羽实力极强，刘邦虽然出身低微，但也颇具将才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，还是赵高。章邯在前线与项羽死战，赵高却在后方盘算着等章邯打赢后就加害于他。章邯被逼无奈，只能投降。什么？一介阉人，竟敢祸乱宫廷，竟敢压榨百姓，竟敢背刺朕的大秦战神，该杀！该杀！秦二世得知各地叛乱四起，本想力挽狂澜，但当时赵高已是丞相，满朝皆是他的党羽，秦二世最终竟被赵高逼迫离世。之后赵高完全把持朝政，明面上立秦王子婴为帝，实则将其作为傀儡。大秦的江山彻底落入赵高这人手中啊！朕的大秦万世基业竟被赵高这等小人糟蹋，搅乱朝纲，压榨百姓，背刺功臣也就罢了，他竟敢坐丞相位，竟敢害胡亥。就算胡亥再过失，那也是大秦的皇帝，立傀儡，把持朝政，你还想当皇帝？朕回去定要将你严惩。楚老师，那赵高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难道他坏事做尽，最后还逍遥法外了？没有逍遥法外。当时刘邦即将攻入咸阳，赵高见秦军抵挡不住，便暗中想投靠刘邦。哼，
结果还没勾搭成功，就被秦王子婴用计骗杀，依法处置。太好了，他总算是没有逃脱制裁。好什么？赵高这种歹人，一剑杀死简直太仁慈了！压榨百姓带来灾祸，遭遇磨难大臣，背刺主将弑君篡权，哪一项不是粉身碎骨的死罪？让他这么轻易死去，对得起那些被他害死的大秦子民吗？这种乱臣贼质就该严惩，剁成肉泥，夷其三族！父亲，这会不会太残忍了些？秦苏啊，你父亲说你太过仁慈，真是一点都没说错。有些人可以仁慈对待，但有些人不行。因为他们终究不值得仁慈相待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做人。对待赵高这种丧尽天良的恶徒，任何极刑都不为过。人道是留给人的，不是留给畜生的。可是赵高都死2000多年了，现在咱们在这气破肚子也没用啊。多谢楚先生教导，大秦有救了。若无楚先生点醒，朕恐仍在服用毒丹，大秦必亡于赵高之手。朕绝不让大秦的遗憾重演。哎，你又不是秦始皇本人，你谢我做啥呀？算了算了，今天已经讲了够多内容了，咱们这堂课就先上到这里吧，下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楚先生哪儿都好，就是这脑子转得有些慢。讲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没察觉到他身处的正是真正的大秦。楚老师，老夫还有一事不明。问吧。不过先说好，你要是再搞 cosplay， 都被你们带偏了。再玩 cosplay， 我可真跟你急了啊！不抠不抠，绝对不抠。老夫就是想问问，那秦王子婴诛杀了赵高之后，最终结局如何？朕那2个儿子扶苏软弱无能，一到假圣旨就自尽了。胡亥更是顽劣不堪，任由赵高祸乱朝纲。但这子婴竟能在赵高党羽命部的情况下，以傀儡之身反杀权臣，夺回大权，倒是个可恕之才。只是不知他是哪支皇室相亲的子嗣。秦王子婴这人确实不错，可惜啊，当时的大秦已经是病入膏肓，名将战死沙场，精锐部队尽数覆灭。子婴虽然采取了很多挽救措施，但终究是无力回天。公元前207年，大秦正式宣告灭亡。公元前207年，楚先生说过，朕是公元前210年驾崩的，也就是说，朕死后仅仅3年，大秦就亡了。大秦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，国少竟然只有区区14年，朕分6世之余烈，竟连周朝、商朝的一个零头都不如。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惨痛遗憾。如今，我们既然已经预知了历史，就要亲手去改变它。大秦绝不允许出现第2次遗憾。大秦永远是不败的帝国。父皇。走，父皇这就带你们去杀赵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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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碎尸万段！陛下最近越来越令人捉摸不透了，那皇家园林里到底有没有仙人？为何连我也避而不见，只肯对那园林里的秘密守口如瓶？我伺候陛下多年，他的衣食祖行、喜好、心思我无一不晓。可自从那园林建成，陛下竟只让蒙恬出入。蒙恬，陛下终究还是更器重你了吗？臣李斯参见陛下。老奴赵高参见陛下。哼。
臣李斯参见陛下。老奴赵高参见陛下。是不是以为朕怎么了？陛下，臣不敢。一个左丞相，一个中车副长，行了礼，是不是就觉得理所当然该站起来了？朕问你们，像你们这样的人，站起来，配吗？陛下，老奴对陛下尽心尽力，从未做过对不起陛下的事啊！陛下，臣实在不知所犯何事，请陛下明示。陛下，赵高对不起您，对不起朕。陛下，这还问朕？好，朕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扶松，告诉他们，李丞相，赵古令，今日我随父皇去仙师处听课，仙师推演天机，告知我们，大秦将2世而亡。什么？大秦2世而亡？不可能！大秦铁骑横扫6合，国力正盛，怎会2世而亡？陛下，扶苏皇子仁厚，有他在，大秦江山必稳如泰山。哼，有我在，父皇驾崩后，本该由我即位，谁知你赵高伙同李丞相篡改遗诏，强立胡汉为帝，而我当年真是读书读傻了，竟对那虚假的圣旨深信不疑，而我竟被你们密谋假传的圣旨逼得拔剑自尽，连累蒙恬将军也一同屈死。若是蒙将军还在，反贼安能如此猖獗？立了胡亥还不够，你赵高更是教唆他荒淫无道，耗尽大秦家底。你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，排斥异己，凡是敢讲真话的忠臣，全被你杀绝了。那老夫呢？老夫结局如何？你，李丞相，最后你也难逃赵高的毒手，惨死于他之手。你竟然连我也要杀！陛下，这是无稽之谈，是妖言惑众。老奴对陛下的忠心，天地可见，绝不可能做出此等悖逆之事。陛下，臣认为未来之事虚无缥缈，单凭所谓先师之言，未必会发生啊。哼，未必会发生。你们是觉得赵高立胡亥逼民造反是假的，还是觉得他在后方背刺章邯，逼得前方将士不得不投降是假的？先师所言，每一件皆有定数。说，还有什么是真的？陛下，这一定是骗局。那徐福骗了您那么多年，根本没有什么仙丹，这世上也根本没有仙人啊！陛下怎能因为一个突然出现的所谓仙人，就怀疑跟随您多年的老臣啊？徐福那是丹药有毒，证据确凿，可这未来之事并无凭据呀。凭据，朕就是凭据。陛下，老奴服侍您这么多年，老奴的忠心您是知道的。那些未来之事皆是猜测，那所谓的仙师定是信口开河。徐福之罪证据确凿，但这赵高未来的背叛，难道朕真的仅凭一人之言，便要斩杀老臣？
陛下，若无凭无据便杀了老奴，会冷了多少大秦功臣的心啊！老奴冤枉，求陛下明察。赵高，还敢在此巧舌如舌！陛下，臣奉圣命搜查赵高府邸，已得确凿罪证。赵高此贼，狼子野心，死不足惜。说，搜到了什么？臣在赵府密室搜出大量其与朝中重臣勾结的往来密信。陛下，赵高的不臣之心，并非起于未来，而是早已有之。难怪朕驾崩仅3年，大秦便落入你手。原来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你早已开始编织这张大网了。陛下，绝无此事。即便这些是真的，那也是未来的事，那是在虚夫活着、您驾崩的前提下才会发生的。如今虚夫已死，陛下春秋鼎盛，那些事绝不会发生。那新出的仙人，定是妖言惑众的妖道。大胆狗贼，竟敢侮辱仙师！仙师救朕于水火，指点大秦生路。你这阉人，竟敢污蔑仙师清明！父皇，此贼该如何处置？他怂恿胡亥假传圣旨，逼死扶苏，为了稳固西夏20余名子女，尽数屠杀。你们每个人都与他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杀！赵高该死！杀了他！蒙恬，臣在。诸位皇子，请接见。陛下饶命！诸位皇子饶命！不要过来！报仇吧！若朕原谅了他，那些惨死在他手中的大秦皇室如何瞑目？杀！我不过一介阉人，竟妄图谋反。始皇乃真龙天子，我怎敢造他的反？更不该辱骂那位仙师。辱骂仙师，怕是下了地狱也要永世不得超生。秦子英，朕本想让你给他一剑图个痛快，但对他这种人，这种死法才是他配得上的。蒙恬，彻查赵府，凡与赵高勾结之亲信仆人，一律诛杀。末将领命，朝中党羽查实一个，杀一个，除恶务尽。诺。我以前竟如此愚钝，死守着那些腐朽的人的儒家学说，险些把命都守没了，甚至还屡次顶撞父皇。我不配为皇子，唯有父皇这般杀伐果断，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。也不知道这大秦的公主们都长什么样。呸！想什么呢？备课，明天还得讲大招。叮咚，您的学生秦苏获得高级领悟思想觉醒。嚯，这扶苏开窍了！奖励宿主洗髓丹乘13，功能排出毒素与脂肪，颜值提升至极致，附加效果增加50年寿命，还要变帅。我现在已经够帅了吧？不过这50年寿命倒是硬货，能多教几届学生了。奖励宿主中医医术普通级。脑海中飞速掠过人体穴位图、经络图、无数药方和针灸手法，如同雕刻般融入意识。这种程度，居然只是普通级，这手法，这药理，简直比行医几10年的老中医还要精湛。以后要是能回村开个第一人民医院，都绰绰有余了。
叮咚，恭喜宿主获得锻造全套刀具之术。锻造全套刀具之术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这时代的刀剑，砍个骨头都能崩出口子，简直比豆腐硬不了多少。有了这手艺，我先给自己整一套神级菜刀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李斯，朕问你，你当年入存时是什么身份？若无朕的赏识，你能坐上大秦丞相之位？臣冯去计爵位虽高，但在朕心中何曾高过你李斯？朕如此信任你，你竟与赵高那阉奴合谋，伪造圣旨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朕的知遇之恩吗？陛下，臣知罪，臣也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，背叛朕的人都该死。到底也是为大秦尽心半生的人。蒙恬，把李斯先收押吧，暂停他所有事务，由冯去计暂代丞相之职。才。李斯，你的生死，朕交给楚仙师来定夺。秦子英，过来。陛下，在宫里住的可好？每月的利钱可够使？每日饭菜是否合我胃口？回陛下，都好。教书的先生博不博学？房里的侍女可还听话？若有不顺心的，直接告诉朕。我父亲在父皇面前都不受宠，怎么今日父皇对我如此照顾？来，子英，随朕进去。早就传言陛下在此遇见了仙人，难道陛下要带着孩子去见仙人？连李相和赵大人进这里都要被拦下。我的秦子英居然进去了，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啊！仙人真的住在这里吗？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见过大伯，见过高叔叔。你们二位叔伯这是在做什么？洗菜啊！洗菜？古人云：“君子远庖厨。”您二位身份尊贵，怎能做这种粗活？楚老师说过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凡事要身体力行。想成为一个全才，不仅要治国安邦，这些琐碎小事也是必修课。必修课？后面你就习惯了。秦子英，朕今日带你来，就是要把你交给楚老师，让他亲自教导你。秦村长来了。村长？他叫父皇？
眼睛。秦英，不可无礼！楚老师，这是我孙子，叫秦颖，顽皮了些，往后麻烦您费心了。孙子，秦村长，你连孙子都有了？是。你今年才41吧？孙子都这么大了。不过也对，你家里20多个儿子，早生贵子也是正常的。颖，秦英，秦村长，你确定这名字是孙子，不是孙女？是鹰，元婴的婴，我不是女子。好了好了，先不说这些，开饭上菜。为了这顿宴席，我可是准备了好久。此等肉食，身份不合，怎能轻易食用？那味道极膻，这种肉……什么贱肉？这又不是古食。我是说，这些猪我都提前调养处理过了，一点膻味都没有。调养处理，猪还能这般料理？父亲，您可以试试，这猪肉的滋味，我们兄弟几个已经领教过了，当真是牛羊鬼肉都不换。是啊，父亲，您快尝尝。要不是您在，我早把盘子都舔干净了。父亲，这味道绝了！鲜香软糯，毫无膻气，这口感竟比御膳房的珍馐还要胜出100倍。楚老师，此物为何名？此物名为猪元长，因其净重8两8钱，故而又名猪重八。哦，那这块呢？猪标。此物呢？猪油煎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猪地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好，我决定了，以后这猪肉便作为我们接待外宾的最高礼仪菜。行吧，咱们这小村子还能接待什么外宾？楚原并不知道。这里并非什么偏远小村，而是大秦的心脏咸阳宫。他更无法预料，多年后的秦始皇真的会用这道菜去接待一位来自后世的客人——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。楚老师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？以前我怎么就不知道，猪去制以后膻味就没了，还能变得这么好吃？别说我，就连那些神医神厨都闻所未闻啊！真是奇了怪了，这村子没电没车没蔬菜也就罢了，辣椒八角桂皮没有也理解，可怎么连酱油味精都见不到？甚至那盐原本也只是那种颗粒巨大的粗盐。起落，无奈的用猪油炖菜，这算什么美食？调料不够，甚至连口炒菜的锅都没有，只能这么凑合着炖。这还叫凑合？这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食物了！那些宫里的厨子简直就是废物，研究了一辈子，竟然比不上楚老师随手一做的贱肉，回去就把他们全裁了。你们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们。真的吗？这个也能教？老蒙，你去和楚原先师学学，怎么给猪去腥。什么？怎么有意见？村长，我老蒙别的不说，在大秦好歹也是，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让我去学阉猪，这种事儿还不如把赵干那俗从地里挖出来，他最擅长这个。怎么，让你去学这个有什么不可以？在你眼里，我楚原的性命，难道是什么卑贱的行当吗？楚老师，这我还是想不通，带兵打仗的人学这个阉猪的营生，是不是太屈才了？那我问你，行军打仗是靠将军一个人，还是靠手底下的万千士兵？自然是靠士兵，没兵
将军就是光杆司令。那我再问，是带着一支饥肠辘辘的士兵厉害，还是带着一支吃饱喝足的士兵厉害？我知道，是那个最厉害的人，谁最厉害，天下就是谁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非也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。你觉得哪边战斗力更强？是了，匈奴人。那些胡人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从不耕种，却靠养殖牛羊，整日食毛饮血，个个身强力壮。而大秦的士兵，大秦境内牛市农具，动辄登记造册，杀牛要抵命，羊又多在北方，士兵平时连五谷都吃不饱，更别提肉了。论体魄，咱们确实不如那些吃肉长大的胡人。楚老师的意思是，如果大秦能通过这种方法大面积养猪，那么每个人都能吃上肉。没错，自古游牧民族战力强悍，根源就在于蛋白质摄入。只要中原百姓和士兵也能普遍吃上肉，基础战力的差距就能被抹平。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。老蒙，现在你还觉得楚老师让你学这个是大材小用吗？不敢，再也不敢了。这哪是阉猪啊，这是在抢我大秦军威。楚元先师，请务必教我这门光辉的手艺。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们，将军，若是能吃饱些，我定不会输。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肉啊。是我对不起他们，楚先生，请您教我。我教你就是了，快起来，别激动。想必你是记起往期战友了。不过光吃猪肉可不够，还得营养均衡。嘿，说你们呢？去厨房把那盆土豆炖鸡端上来。哦。啊，绝了，这香味！鲜滑软糯，这鸡肉怎会如此好吃？朕宫里那些厨子都在做什么？每次做的鸡肉不是老就是柴，简直是糟蹋东西。以前府上厨子做的简直是毒药。动了绑架楚元回去做饭的念头。楚老师，这又是什么？朕从未见过。这是土豆，能当菜，也能当主食，味道也不错。主食？这难道是某种新农作？楚老师，这东西亩产多少？也不多，1亩地大概3、5千斤吧。多少？1亩3、5千斤？这是神迹吗？楚先师，你告诉我，这是真的对吗？这土豆真的可以亩产3、5千斤？仙师都叫上了，你们是不是从来没出过大山，与世隔绝啊？收成差的话，2000斤吧；要是收成好，种植得当，5000斤没问题。这怎么可能？有了它，黄河中下游的饥荒有救了。朝中那些劝朕放弃灾民的大臣，简直愚蠢透顶。朕绝不放弃大秦的任何一个子民。唉，你们到底怎么活到现在的？连土豆都不认识？这可是解决人口粮食问题的好东西，种起来也容易，切成块埋在土里，浇水就行。而且1年能种2次，2、3个月就成熟，煮、烤、炒、炖、炸，怎么吃都可以。不过，你们连这常识都没有，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到古代了。
没穿越，绝对没穿越。楚老师，只是我们平时没啥文化，见识短浅，没见过世面而已。行吧。楚老师，你这土豆手里还有多少？还有400多个吧？怎么，你要啊？要的话都给你吧。多谢楚老师。只有400多个，若要推行全国，实在是杯水车薪，太可惜了。不过好在他1年2熟，不挑环境，只要朕命人悉心肥育，不出几代，定能传遍一个大秦的每一个角落。老蒙啊，以后养猪的事儿交给你负责，这试种土豆的差事也一并由你担着吧。强民体魄的养猪之法，朕，你做我的墓壁。老蒙，谢过村长，万死不辞。平身。不是，我说你们有病吧？教你们养个猪，种个地，怎么还走起 cosplay 的流程了？动不动就下跪。等土豆种满田野，猪肉分发百姓，我大秦瑞士必将个个强壮如牛。到那时，定要将那帮匈奴蛮子打得鬼哭狼嚎。昔日朕一统6国，皆因这天下人字写法太多，可受限于粮草后勤，匈奴反越未能尽除。如今有了这亩产2000斤的神物，大秦人口扩张10倍指日可待，灭匈奴平百越易如反掌。这偌大天下，目之所及，皆要插满我大秦的黑龙旗。先生赐此2首绝世国术，我等感激万分。给几个土豆也成绝世国术了，你们戏真多。困扰朕多觉的心腹大患，竟被楚原这般轻而易举的化解。幸好当初留下了他，天佑大秦呐！朕怎么没力气了？陛下！父亲怎么了？父亲！父皇！陛下驾崩了！吵什么吵？闭嘴！人本来还有口气，再嚎下去真被你们吵死了。动不动就陛下驾崩，入戏太深了吧你们？楚老师，你是仙人，赶紧救救我父亲！只要您出手，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您。楚先生，我也是，哪怕要我这条命都可以。滚一边去！2个大老爷们在这跟我扯什么？我不搞基。幸好系统刚刚奖励了中医术，这脉象肺部不正常，但心率过高，肝肾精气极其虚弱，这是长期慢性中毒的迹象。秦村长，这是长期中毒导致脏器受损，再加上身体肥胖，本身就有严重的高血压，现在是突发脑梗塞，引发了脑出血，必须马上送医院急救，不然神仙难救。医院是何方大夫？算了，跟你们说不明白。不过他现在这种情况，肾肝中毒衰竭加上脑溢血，
就算真送进三甲医院 ICU， 怕是也救不回来了。什么？连医院大夫都救不了？那父亲岂不是大业未成？您怎能抛下臣等啊？别耗丧了，行不行？我是说医院治不了，没说我治不了。对，还有楚老师需要我们准备什么？是要去找银针给父亲针灸，还是要开方子熬中药？都不用，等你们找来银针，人早没命了。熬中药就更别提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这是系统给的洗髓丹，我自己吃了一颗，身体简直脱胎换骨，还增加了50年寿命。遗憾的是眼睛还是没能复明。本来打算把这秘密烂在肚子里，但秦村长对我救命之恩，今天如果不救他，我下半辈子都会被良心折磨。这丹药效用有点神奇，你们看到了也不要大惊小怪，更绝对不能告诉别人，懂吗？父皇有气息了！果然是仙丹，真乃仙家手段。别吵，药效刚发作，别打乱了效果。这是什么？毒素。他以前乱吃那些所谓的仙丹，积攒在体内的重金属和毒害物质，现在全排出来了。脂肪。老蒙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去烧一大锅热水，给秦村长好好清洗一下。再晚点儿，你们家村长就要被包在泥浆里结罐了。是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啊！楚老师，请受我们一拜。多谢谢您救了我们的父亲。起来吧，我救的不仅是你们的父亲，更是大秦的皇帝。楚老师，楚老师，我们，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你们这些学生还真离谱，入戏太深了吧？装的还真像，这世界哪来的穿越啊？天天玩 cosplay， 还真把自己当古人了。就算我有系统，穿越这种事也太扯了。老师，您的笑话真好笑啊！笑死我了！对啊，太好笑了！你们真的在笑吗？我只是眼睛看不见了，耳朵没聋。这帮家伙，什么时候教过他们撒谎了？撒谎也撒得真实点啊！哪怕你们说给为师带了个女人来，我也能开心开心。为人师表，不能瞎想。父亲好了！啊！父皇！父皇！
父亲，您真的是父亲？真的是父亲！楚老师，写好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你给我吃的可是仙丹，到底有何效用？算不上什么仙丹，效用嘛，就是排毒去脂，让身体重新变得健康而已。秦始皇和蒙恬等人正默默消化这个答案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可以增加50年的寿命。什么？增加50年的寿命？楚老师，你还敢说你不是仙人？不要乱说，此物效果特殊，希望大家务必保密。大家虽然活泼热闹，但本性都很善良，就算出现意外，我也有万全准备，可以安全脱身。你们想，这种迅速瘦身还能延寿50年的神药，一旦传出去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不法分子绝对会来绑架我。要是落到什么秘密研究机构手里，被关起来当小白鼠切片做实验，下场更惨。秦村长，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拿这药救您，良心上绝对过不去。但是，这牵扯到我个人的身家下性命，希望你们能替我把嘴闭紧。都听清了吗？从今天起，对外就说朕的变化，乃是梦中仙人馈赠。谁若敢对外泄露楚老师半个字，哪怕是朕的亲儿子，定斩不带。采毒是排了，肉是减了，命也加了，怎么这中二病是一点没治好？大叔也疯狂是吧？楚老师，趁此机会，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？假如在大秦，秦始皇提前知晓了李斯日后会背叛的事，您说秦始皇会不会杀他？李斯到底该不该杀？一片死寂中，所有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大秦帝国当朝丞相的生死决断，此刻竟10岁于这个盲人青年的一念之间。李斯该杀吗？杀了李斯，大秦拿谁去治理国家？杀了李斯，指望冯去疾、淳于越那些人能治理好大秦吗？大秦暂时是离不开李斯的。退一万步讲，李斯为何谋逆？那是因为始皇驾崩了，压不住他了。只要始皇活着，就能永远死死地压住李斯，那李斯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谋逆之心了。对啊，朕如今服了仙药，平添50年寿元，绝对比李斯活得长久。只要朕还在一日，李斯岂敢有半点异心？他只能生生世世为大秦效死。朕替李斯谢过先师了。秦村长，你又不是真始皇，你替他谢什么？而且你成天跟我演这些，就不怕我真把这里当成秦朝了？不怕，反正朕就算说了这里是秦朝，你也不会信。楚仙师，实不相瞒，朕真是始皇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大秦的太子，不，大秦的国师。彻底摆烂了是吧？行行行，你开心就好。这大叔真是入戏太深，
这角色做扮演还演上瘾了。楚老师，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。问吧。皇子胡亥，该不该杀？李斯有治国之才，留之有用。可胡亥那个蠢货，除了吃喝玩乐还能干什么？但他终究是朕的亲骨肉，若真要杀胡亥啊，其实单论个人能力，胡亥确实差了些，但是如果对比性格，胡亥却比扶松要强得多。扶苏做皇帝，信奉儒家学说，性格过于仁慈软弱，真让他上了位，恐怕会成为那帮儒家酸腐文人的玩物。别说铁腕治国了，就算在朝堂上被大臣当面顶撞，他恐怕连杀个人的胆子都没有。要是匈奴大军压境，百越人杀到门前，以扶苏那种仁慈的性格，为了息事宁人，说不定连割地求和这种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但是胡业就不一样了。胡业后来虽然昏庸无道、滥杀成性，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了赵高的唆使和蒙蔽。假如没有赵高，而是由始皇亲自带在身边教导呢？皇帝这个职业最需要的就是杀伐果断。胡亥虽然现在像个混世魔王，但他骨子里勉强有这种敢杀人的影子。只要把他的性格扭转过来，未必不能成为一个有手段的君主。原来如此，从一个连杀人都不敢的仁慈之君，变成杀伐果断的帝王，难如登天。但要把一个敢滥杀无辜的皇子调教成杀伐躲绝的明君，却有迹可循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看来日后不仅要让楚老师好好教导胡亥，朕自己也得把他盯紧了，亲自雕琢这块顽石。多谢楚老师。今日这一行，当真是收获颇丰。去世猪土豆乃强国之基，仙丹排清毒素，平添50年阳寿，更让朕明悟了驾驭李斯、调教胡毅的帝王之术。楚元，定是上天派来振兴大秦的真神。蒙恬，臣在。皇家园林周围一共布置了多少甲士？启禀陛下，一共布置了500甲士，500精锐甲士的护卫规格，大秦任何一位重臣的府邸，甚至连始皇的寝宫前都不曾有。不够，远远不够！传令下去，将皇家陵园周围100米内的所有建筑全部拆除，就地设置军舍。陛下，这调集3000精锐铁甲，日夜守备皇家文林，由你蒙恬亲自率领，寸步不离。若是先师被旁人惊扰分毫，朕唯你是问。3000，诺，臣领命。众皇子面面相觑，满脸骇然。3000铁甲在战国时期足以覆灭一个小国，如今父皇竟只为守护这小院里的一人。叮咚！恭喜宿主学生秦苏幡然醒悟，奖励宿主取园离图纸。幡然醒悟，又不是刚刑满释放，用什么幡然醒悟？再说了，给我取园离图纸干嘛？我知道它比唐代以前的植园离先进，能深耕，还省牛力。但我一个现代人，白天又不下地干活，要耕地那也是晚上耕啊。叮咚，您的学生储备提升了，恭喜宿主获得统车图纸。统车不就是自动水车吗？日夜浇灌不用处理。我真穿古代了还是怎么的？给我这些老古做什么？哎，真想让我抽水浇地，直接给我发个增压泵不行吗？叮咚，您的学生秦英知识获得提升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辣椒种子 X100。叮咚，恭喜宿主获得黄瓜种子 X100。叮咚，恭喜宿主获得茄子种子 X100。前面2个破图纸没啥用，可这些蔬菜种子可是解了燃眉之急，尤其是辣椒，我这无辣不欢的胃总算是有救了。这波来得太妙了。启禀陛下，李斯带到。让他一个人进来。诺。臣李斯参见陛下。
陛下，您是陛下。怎么，李斯不认识朕了吗？陛下，臣万死。只是陛下龙体，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朕今日有幸得到了仙师的馈赠。仙师？这世上竟真的有仙师？的确有，而且仙师还告诉朕，你李斯该死。死？我真的要死吗？就因为仙师的一句话，我为大秦鞠躬尽瘁。陛下竟真要杀我！臣多谢陛下，臣有罪，请陛下赐死吧。朕今日拜访了仙师，仙师说你李斯不可杀，大秦的发展离不开你李斯。仙师说的，陛下，那刚刚您不是说……哼，怎么，朕这样说不可以吗？仙师说不杀你，难道朕执意要杀你就不行吗？君要臣死，莫非你不能死？刚刚不过是朕对你的一个测试。如果你和赵高、徐福那般，听闻死罪便气急败坏、破口大骂，那这个测试你就没通过。好险，万幸刚才没有乱说话。徐福和赵高的下场就在眼前，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我李斯虽看淡生死，但若能活，谁又想死？臣叩谢陛下不杀之恩。哼，谢朕却不提仙师。李斯啊，李斯，你终究还是不信这世上有仙师。你是不信朕的话呀？看来还得再敲打敲打。李斯，仙师说了，大秦的发展离不开你，你的能力确实很强。但是，朕不希望你将这能力当作肆意妄为的吉兆。记住了，如果你日后真的做出仙师预言的那种篡权乱政之事，朕就是拼着大秦发展倒退30年，也要亲手取了你的首级。这天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朕。陛下，臣绝对没有任何反叛之心。李斯余生定当为陛下尽忠职守，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太可怕了！这股力量，只要始皇还在位一天，我李斯绝不敢有半点异心。蒙恬，把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。才。这是一个土疙瘩，看起来像某种植物的根茎。看来号称见多识广的大秦丞相也有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。扶松，给丞相解释一下，这是何等神物？遵命。丞相请看，此物名为土豆，乃是仙师所赐的绝世农作物。它既可作为主食，也能当作菜肴。
土豆，先师曾言，此物可用煎、炸、烹、炒、煮、烤等各种方法烹陶，滋味皆是上佳。最关键的是，它极易成活，只需切成块埋入土中，浇点水即可生长，1年可种2季，2、3个月便能成熟，饱腹感极强，是绝佳的军粮之选。眼神一亮，职业本能让他瞬间意识到此物的价值，竟有如此奇物，易存活，能果腹，成熟快。长皇子，微臣斗胆问一句，这土豆亩产量能达到1石吗？1石？连1石都没有，难道只有半石吗？若只有半石，虽有其他优点，在大秦推广怕也是难事。难道连半石都没有？若真是如此，这土豆恐怕难以在全国。别逗李大人了。李大人听好了，这土豆的产量不是1石，更不是半石。若遇像年景不好，1亩可产20担的样子；若是年景好，1亩可产50担。什么？最低20担，最高50担。大秦最肥沃的良田，1亩地撑死也就种植100多斤的粮食啊！这土豆是以千斤数千斤来算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三观尽毁，简直荒谬！丞相不用怀疑，起初朕听闻这个数字时也不信，但这是先师亲口所说，绝不会有假。若在以往，谁敢报上这种产量，我必治他个欺君之罪。可看着陛下如今这般返老还童的模样，竟让人无法不信。若是真的种出几千斤的产量，大秦的饥荒将瞬间化为乌有。大秦帝国将会庞大到何等恐怖的地步？你先别忙着震惊，这还只是一件。蒙恬，给丞相看看那个东西。才。去质猪法，去质过的猪长大后体型会比没去质的大很多，同时去质过的猪没有膻味，烹饪味道鲜美。陛下，这用处是什么？不就是让猪长大了一点，肉变得能吃了一点吗？等等，肉，无穷无尽的肉，可以用来强健我大秦帝国士兵的身体。没错。以前那些匈奴人大块吃肉，身体精壮如牛，我大秦将士在苦寒之地与之交战，往往在体魄上苦不堪言。但如今有了此法，我大秦将士也能顿顿吃肉，身体强健如虎狼，区区匈奴又有何惧？先师赐法，天佑大秦！一股前所未有的雄心正在朕的心胸中激荡。没有这些仙家神物之前，朕凭借凡人之躯灭了6国，如今有了这些，全天下都要掌握在朕的手里。若真是如此，那大秦必将更加强大，大秦的疆土必将更加辽阔。没错，朕要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，让这天下的每一寸土地都照耀我华夏之光，这天下都应该是华夏的天下。天下归华夏，始皇威武！天下归华夏，始皇威武！天下归华夏，始皇威武！老天，足足3000精兵，这等数量的大秦锐士，放在战国时期都足够去踏平一个小国了。陛下竟然将他们全部驻守这里，仅仅为了护卫这座园林。这位先师在陛下心中的地位究竟高到了何等地步？
员外驻扎如此重兵，若里面真住着仙人，陛下对其重视程度简直闻所未闻。陛下，这是何物？这难道又是仙家的神物？我大秦虽也有水车，但皆简陋落后，计水少得可怜。可眼前这尊庞然大物，竟能源源不断自动浇水。若用于农田，百姓再也无需抱着陶罐苦苦汲水，省尽人力，又能浇灌万亩农田。这是划时代的千秋之功啊！到底是谁发明的？你们在那儿大呼小叫的惊讶什么呢？这就是个普通的水车。普通的水车？您管这夺天地造化的神物叫普通的水车？如此惊世骇俗之物，在他口中竟只是一句普通？莫非此人真就是那仙人？等等，他的眼睛似乎是瞎的。楚老师，您又弄出来这种先进的东西，我是真又开眼了。有此等利器，大秦的农业必将如虎添翼，距离大秦强盛又近了一大步。这种玩意儿也叫先进？水车而已，你们平时都不看电视的吗？电视？电视是谁？为何我们要看他？老李，休得无礼！哼，这电视肯定又是楚老师仙界里的事物。听这名字的电视，想必是一位极其好看、身段极为漂亮的仙界女子吧？若是将来有机会，真想立这位电视为妃呀！那个，既然你们觉得这玩意儿先进，那这样吧。这个给你们，这是曲园离的图纸。我在教堂周围也就种点小菜，让人弄个水车浇水就足够了。这礼我拿着完全没用，就给你们了。朕好歹是堂堂大秦始皇帝，不要的破烂玩意儿就随手塞给朕，合着朕成了收破烂的了。不过楚老师身上拔根毛都是仙气，拿来看看再说。什么？这！我大秦的植园离笨重无比，既不省力也不灵活，有时甚至得2头牛来拉，且耕地极浅。可这图上的屈原离结构竟如此精妙，不仅省力灵活，还能深耕。看这设计，只需1头牛，甚至一个力气大点的壮汉就能拉动。这简直是夺天地造化的神物啊！这种超越时代的奇物，怎么可能是大秦现在能有的？以后谁再敢说楚原不是仙人，老夫第一个撸起袖子跟他拼命！这个很先进吗？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吗？对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。楚老师，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村的老李，是我们村子里的文化人，绝对算得上是最天才的人了。老李，天才？老李，你的意大利炮呢？拉出来，把萧雅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哭错坟了。把秀玲给我轰了！
什么老李？什么一老力炮？萧雅又是何人？为何又要轰了秀琴？行吧，行吧，那我就在这儿待着吧。学堂，朱老师，秀琴今日不在村里，就不轰了。你们这村子可真是太落后了，想跟你们聊聊梗都聊不起来。我有时候真怀疑，我自己是不是从后世穿越过来的。楚老师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您之前总跟我提到后世，大秦之后，那后世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光景？怎么，想听？想听。那就行。既然你们想听，那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学学这堂课。今天给你们讲讲大秦之后的华夏2000年繁荣。楚元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大秦之后的华夏历史。大秦之后的朝代，你们知道是哪个朝代吗？果然，在他们眼里，大秦应该是万世长存的。看来大家都是文盲。那我换个问法，之前我们提到过刘邦和项羽，老师可以告诉你们，下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就在刘邦和项羽2人之中产生。你们认为？肯定是项羽啊！楚老师说过，项羽能跟章邯将军打得有来有回。刘邦呢？没听过这么能打，天下肯定是他的。对，肯定是项羽。项将军威武！项将军威武！项将军威武！错，是刘邦。刘邦，项羽善战却输了，那刘邦究竟赢在何处？刘邦这个人很复杂，赢的因素很多，但归根见底，是因为他能笼络人心，招揽人才。反观项羽，心高气傲，十分自负，他不懂得重用人才，更不会笼络人心，所以他注定失败。举个例子，刘邦先进咸阳，但他入关后立即与百姓约法3章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到底罪。他手下来的士兵在咸阳秋毫无犯，甚至善待秦国皇室，没伤害任何人。如此仁慈，这刘邦竟是儒家门徒。那项羽又是如何做的？项羽，他只有一个字：杀。项羽入咸阳，一把火烧了阿房宫，他杀尽大秦皇室。在关外，他甚至坑杀了20万已经投降的秦军将士。什么？杀尽朕的皇室！楚老师，此话是真是假？句句属实。项羽乃楚国大将项燕之子，项燕被杀，楚国灭亡，项家血海深仇未报，他进咸阳便是为了索命。届时，大秦皇室将无一人存活。杀尽大秦皇室，连子婴都不放过，此人竟残暴至此！可恶！此贼断我血脉，必不得好死！罢了，这都是命。陛下，成王败寇，当年大秦灭楚，项家亦是流血飘骨，
因果循环，他不杀朕的子孙才叫奇怪。陛下心宽，但项羽杀了皇室也就罢了，竟然坑杀大秦20万降卒。没错，此举简直丧尽天良。没错，那可是20万条性命。这个项羽简直比胡亥还要会用残暴。停！虽然我崇拜始皇，但请不要拿胡亥跟项羽比。项羽杀孽虽重，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传奇。项羽14岁便能单手扛鼎，武艺举世无双。这9节到项羽，才9节项羽。起义之初，他被县令设计100人围困，结果呢，他凭一人之力力杀100余人，反杀县令，血洗重围。成为首领后，他每次冲锋必骑乌蹄马，冲在全军最前线，以1人之勇敌万人之势。巨鹿之战，他破釜沉舟，自断退路，包围王离，将其灭杀。即便是面对章邯，他也丝毫不落下风。之后，他分封天下，自号西楚霸王。华夏千年，王多如牛毛，但霸王2字独此一份。还有彭城之战，项羽率3万楚军正面冲锋，一举击溃了刘邦56万联军。什么？3万击败56万？纵使我蒙恬统领黄金火骑兵，要以3万破50万，也是难如登天。这刘邦是纸糊的，还是那项羽真是战神将士？项羽的战斗风格就是勇战派的巅峰，以1人之武勇强行提升全军士气，一个人杀100多个，还力能扛鼎，这家伙是怪物吗？咱们大秦的武王当年举鼎可是被砸断了筋骨，这项羽真能举起来？项羽确实厉害，在华夏数千年的史料记载中，项羽的个人武力值就是公认的天花板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这项羽倒是个旷世奇才。如今正是大秦用人之际，若是能将此人，华夏数千年才出一个的人才，若能为大秦所用，开疆拓土，何愁四海不平？村长，万万不可！哦，项羽坑杀我大秦20万将士，此等血海深仇，岂能轻饶？他杀孽太重，罪不容诛。这种人骨子里流的是反叛的血。霸王对我大秦而言，他只是必须除掉的祸根，绝不能留。我之前想过，皇室被杀那是成王败寇，项家与秦本就有仇，这不难理解。但是那20万降卒，老蒙，你怎么看？老蒙，老蒙！啊，抱歉，村长，我方才走神了。这种时候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白起将军。白起，战国4大名将之首，绰号人屠。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5万，伊阙之战斩首韩魏联军24万，偃影之战淹杀楚国居民数10万。仅这几场大仗，死在白起手里的人就超过了100万。后世有句玩笑话，低于50万人的单子，白起不接。慈不掌兵。换位思考，项羽当时带着断粮的楚军，面对20万随时可能反水的降卒，除了杀，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哎呦，村长您干什么？一个武夫装什么深沉？有话直说便是。哼，村长，项羽此人性格暴虐，绝非良臣呐。不必再说了。如今大秦有了土豆，有了这些先进之物，版图必将扩大。版图越大，就越需要项羽这种能打的悍将。我一向惜才。李斯，你还有淳于越，哪一个不是他国之人？只要能为大秦出力，朕便容得下。但若他执迷不悟，非要与大秦为敌，那朕也绝不会有半分仁慈。楚老师，继续说。好。若不能为朕所用，便绝不可留。间接培养对手，乃帝王大忌，杀伐果断，方为上策。楚老师，那项羽既然如此神勇，最后又是如何落败的？我曾听章邯提过，
项羽此人极难对付。章邯眼光极高，能被他看中的年轻人不多。道理很简单，我之前提过，项羽孤傲，不屑于笼络人心，而刘邦却是此中高手。刘邦麾下人才济济，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这汉兴三杰。汉兴三杰？没错，大秦之后便是大汉，这正是刘邦的国号。而助他开国功劳最大的，就是这3个人。大汉，这些人才既然现在还在民间，朕定要抢在刘邦之前，将他们悉数收服。我们先说这张良，字子房，后世若有枭雄得到厉害的谋士，定会称赞你便是我的子房。更有一句名言：我得某某，无异于周得吕望，汉得张良。吕望，老师说的可是那位辅佐周朝800年的姜太公姜子牙？正是。在后世看来，张良对大汉的成就，足以比拟姜子牙对周朝的功勋。好一个张子航！张良此人计谋多端，最重要的评价只有8个字：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们连课堂上的东西都还搞不明白，此人竟有这般神算。我自诩大秦第一能臣，自问也做不到决胜千里。这张良竟强悍至此。不过这张良有一件事与始皇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。哦，何事？难道他曾投奔过朕，却被朕错过了？你想多了。张良曾在大伯荡海亲手策划了一场针对始皇的刺杀。什么？刺杀朕？我？瞧你那激动的样，你又不是秦始皇，你惊个什么劲儿？我这是替始皇震惊。楚老师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快说说。之前说过，始皇之死有3个诱因，而这刺杀便是其中之一。楚原、公子和扶苏，刚才说到始皇之死，除了徐福的毒丹，这第2个原因就是劳累过度。始皇常年批改奏章，熬夜成疾，身体早就垮了。的确，陛下批阅官文常通宵达旦，我等劝谏多次亦是无用。原以为是天命不假，竟是毁于暗度劳营。若能多招揽如汉兴三杰般的人才，朕何至于此？那么第3个原因是什么？刺杀！没错，始皇29年，也就是始皇第3次东巡途，张良于博荡沙，故大力士击碎覆车，史称博浪沙刺秦。你说始皇29年第3次东巡？对啊，就是今年。老李、老蒙，此事朕上月才定下，知者不过数人。陛下，臣万死不敢泄露，臣绝未吐露半字。老师，我真的谁也没说。果然是仙人，东巡之事尚未成型，他竟已知调得如此详细。先前那丁点怀疑，此刻已烟消云散。楚老师，那薄杖伤一刺究竟造成了何种后果？后果就是，虽然没刺中，但惊吓之下，始皇大病一场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这也是他最终驾崩的主因之一。张良当真该死！始皇如此伟业，他竟敢行此卑劣之事！各为其主罢了。张良是大韩贵族，他此举是为了给韩王室尽忠。此人极重信义，哪怕后来韩王昏庸，他也从未弃之不顾。直到韩王死后，他才真正归顺刘邦。如此忠心耿耿，又具神算之能，项羽朕尚且想收服，更何况这比肩姜太公的张良？若能让这种人效忠大秦，
博棒谷之仇又算得了什么？皇权不可辱，张良行刺本该千刀万剐。萧何此人极不寻常，世人皆知张良韩信之名，常以为萧何只是凑数的，但实际上他是汉兴三杰之首，是刘邦钦定的开国第一大功臣。什么？张良已是顶级文臣，竟然还有一个能压他一头的萧何？呵呵，老李这是不服气了。他在大秦自诩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如今却凭空冒出2个能与他比肩的人物。请教楚老师，这萧何究竟有何惊人成就？萧何主管后勤，刘邦在前线与项羽交战，屡战屡败，折损无数兵马粮草。但无论战况多惨烈，萧何总能在后方源源不断的输送士兵、粮草和器械，让刘邦永远有本钱从头再来。如此后勤能力，简直是神人！这是何人？蒙将军深有感触。楚老师有所不知，打仗打的就是国力与后勤。末将出征多年，不知多少次因粮草不济而被迫撤兵，恨不得砍了那些管后勤的官吏。这萧何能在刘邦几十万大军溃败后，迅速重组军队再战，这等后勤官，末将做梦都想抢一个过来。确实有些本事，但若只是管理后勤，想必张良也能做到，李斯亦能做到，这似乎并不算顶级。李大人，这话你就差了。若萧何仅此如此，刘邦怎会让他坐稳大汉第一任丞相之位？在大汉建国后的休养生息中，他的举措才是真正的治国大略。丞相，他竟也做了丞相！不错，大汉第一任丞相，地位更在张良之上。丞相，大汉第一任丞相，天下之大，竟真的有2个与我不相上下，甚至更胜一筹的人才。李斯啊，李斯，你恃才傲傲，如今被打击也是好事。可一想到你日后竟敢背叛朕、背叛大秦，朕这心里终究是扎着一根刺。父亲，您可是龙体欠安，嗓子不舒服吗？父亲，楚老师说过，嗓子不舒服要喝极致杭姜。3-9感冒精也可以试试，我觉得小翠湖颗粒见效更快。依我看，还是多喝热水，滚烫的热水最管用。一群蠢货，喝什么热水？朕看你们该去喝岩浆。朕要的是你们关心这个吗？楚老师，弟子有疑惑，李斯大人是大秦丞相，萧何是大汉丞相，若论高低，此2人谁更厉害些？好小子，总算有个脑袋灵光的。李斯，朕今日便要借楚老师之口，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。陛下这点心思全写在脸上了。可万一楚老师真说我不如萧何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李斯与萧何吗？这2位的比较确实有些难度。若论对各自国家的贡献，2人可谓各有千秋。但如果非要分个高下，我认为应该是李桑更胜一筹。萧何的能力在于辅佐与后勤井井有条，无可挑剔，但在制度创新上，他不如李斯。李斯提出的诸多制度，如废分封、行郡县，那是开创了历史先河的伟业。老命保住了。如今陛下肯定会去搜寻萧何入秦重用，若楚老师说我不如他，再加上我那未来背叛的前科，这丞相之位怕是到头了。还好，还好。原来李斯这么厉害啊！看来朕的眼光倒也不差。楚老师，那韩信呢？张良与萧何皆是文臣，连李相都差点被比下去，这韩信总归该是个武将了吧？韩信当然是武将。好，武将好。既然是武将，那楚老师快讲讲，这个韩信打仗究竟有多厉害？楚老师，这韩信打仗是如项羽那般万人敌的勇猛，还是运筹帷幄的谋略？勇猛，用这2个字来形容韩信，未免太小看他了。
项羽打仗是涌动三军，凭一己之气势强行拔高全军战力；而韩信打仗则是谋动三军，他最擅长的便是出奇制胜，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。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。战场上兵力与装备才是硬道理，失了先手与人数优势，便是失了胜算。即便是当年的杀神白起，也极少在绝对劣势下强行开战。楚老师，这韩信可有具体的战役？有，最为著名的便是背水一战。背水一战，背水一战，背对着河流战斗，这在兵法上是大忌。此战是韩信打的？没错，当时韩信麾下仅有3万余人，且大多是未经磨练的新兵。而他们面对的是赵国的20万精锐大军。20万对3万，7比1的军力比，即便是白起将军在世，面对这种悬殊差距，也唯有退守关隘一条路可走。他韩信凭什么？3万新兵对20万精锐，这简直是送死！楚老师，那后来呢？韩信是撤军了，还是投降了？他没退，也没降，他直接率领2万残部与赵国20万大军正面硬汉。正面硬汉，这怎么可能打得过？确实打不过。开战不久，韩信军队便佯装溃败，一路撤退到河边，然后背水列阵。背水列阵？楚老师，你确定没记错？背水列阵等于自断生路，一旦战败，连逃都没地方逃，只能被全歼在河里。这韩信莫非根本不会打仗？当时赵国的统帅陈馀也是这么想的，他嘲笑韩信不通兵法，于是下令20万大军倾巢扑出，企图一举将韩信军赶入河中。就在这时，韩信对着全军将士大喊：“背后就是大河，后退必淹死，投降必被杀。想要活命，唯有死战。”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利用士兵求生的本能强行激发战力，这一招太狠了。于是，那3万原本怯懦的新兵，在绝境中爆发出了以一当十的恐怖战斗力。人生起落反复，实属常态。绝境之下，汉军爆发出惊人的战力，瞬间击垮了赵军的前锋部队。但这只是第一步，赵军主力正欲反扑时，韩信埋伏的2000轻骑奇袭了赵军空虚的大本营。他们拔掉赵旗，插满汉军红旗，齐声呐喊：“赵国已亡，汉军大部队到了！”心理战。没错，赵军回头一看，满眼尽是汉军旗帜，瞬间军心大乱。韩信趁机全线出击，赵军20万大军土崩瓦解，主帅当场被斩。背水列阵，以死求生，奇袭大营，断其后路。这一升一降，算尽了人心与兵法。若易地而处，我恐怕也难逃一败。此人简直妖孽，若不能为大秦所用，必成大患。如此奇才，难怪那刘邦能得天下。张良、萧何谋于庙堂，韩信断胜于战场。这3人联手，怕是拴条狗都能赢。朕上在位，大秦未乱，这些人才，朕绝不会放过。陛下圣明。若能得此3人，大秦基业必万世永固。韩信最惊人的战役，可不只是背水一战哦，还有比这更离奇的。韩信功高盖主，刘邦心中忌惮。在韩信准备攻齐时，刘邦突然亲临军营，夺走了韩信几乎所有的精锐，只给他生下了2000老弱残兵。2000人，而他面对的齐国拥有70多座城池，以及几十万严阵以待的大军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2000人对几十万，就算是白起将军复生，政治复生，也不可能用2000人打下70座城，这又不是神话传说。2000人守一座城都嫌少，何况攻城略地？楚老师，那韩信是不是直接降了，或者跑了？韩信这种人不怕仗难打，就怕没仗打。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没看懂。他直接给这2000士兵发了路费，让他们各回各家。原地解散？那他一个人怎么去打几十万大军？韩信对那2000人说：“带回5个人升5长，带回10个人升10长，带回100人升100夫长，带回1000人，你就是1000夫长。”这是何等闻所未闻的手段！以官位为饵，让这2000人化为2000个招兵使。没错，在利益驱使下，韩信不仅迅速扩充了军队，更在极短时间内拉起了一支渴望立功的虎狼之师，随后势如破竹，一举击溃齐国几十万大军。
这大概是华夏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裂变式营销了。韩信要是生在现代，怕是传销头子都要管他叫祖师爷。好，此等人才，计谋层出不穷，诡道已入化境，朕必升治此人。兵者诡道，韩信之诡已远超《孙子兵法》之范畴，末将当真受教了。楚老师，既然韩信如此了得，那请问他与我大秦名将以及那位力拔山兮的项羽相比，究竟谁更胜一筹？李斯，你这是何意？朕也想知道，朕的将军们比之韩信如何？若论战绩，韩信入川后的首战便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章邯。章邯，那是大秦后辈中的翘楚，竟被韩信轻易击败。至于项羽，项羽是旷世罕见的猛将，他打仗靠的是无双勇武，身先士卒，激发全军士气，势如破竹。为将者若能带兵数万，冲锋陷阵，确实已是顶级名将。但项羽的局限也在于此，他能统帅数万人，却难以驾驭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大军。后勤调配、阵型协调、多线作战，这些都会让他头疼。确实，纵观古今，能指挥百万大军如臂使指者寥寥无几。但韩信不一样，韩信统兵多多益善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，他可是能指挥百万大军的人，即便是百万之众，在他手里也能像捏紧的拳头一样收放自如。楚原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画下包围区的示意图。垓下之战，韩信指挥50万大军与项羽决战，设下10面埋伏，奏响4面楚歌，将这50万人马运转得如神机妙算。所以说，项羽和韩信对决，兵力越少，项羽赢面越大；兵力越多，项羽就越没有胜算。至于蒙将军，你虽然很强，但真要和韩信在沙场上硬碰硬，赢的机会有，但不大。若真有此等人物，末将倒真想与他好好较量一番。战术如此神出鬼没，想必这韩信定是出身豪门世家，受过名师指点吧？这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韩信出身贫寒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兵法全靠自己钻研。他年轻时不仅穷，还备受市井无赖的欺辱。曾有个屠夫拦住他，说：“你要么拿剑刺我，要么从我胯下钻过去。”韩信不想惹事，当着众人的面，真的从那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。这就是著名的胯下之辱。荒谬！堂堂7尺男儿，怎可受此等奇耻大辱？士可杀不可辱。这韩信究竟是怎么想的？荒谬至极！此等歪理，闻所未闻，一派胡言，妖言惑众。你们又何尝不是在这内卷之中呢？所谓内卷，即是……胯下之辱又算什么？当年朕在赵国为质，所受之白眼与欺凌，何尝不比这更甚？能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此人必有大图谋。正因为他能忍，可惜他最初投奔项羽，多次献都不被采纳，只让他做个看门的执戟郎。后来改投刘邦，刘邦也只让他管仓库后勤。韩信觉得心灰意冷，连夜逃跑，结果被丞相萧何发现，萧何月下追韩信，硬是把他追了回来，并向刘邦死谏，直接拜他为大将军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大汉江山。刘邦赞他为国士无双，后世更尊称他为兵仙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国士无双，好一个兵仙！此等人物，若能为我大秦所用，何愁天下不定？出身微末却能平定天下，这个韩信朕甚是喜欢。朕决定了，必须把他收入麾下。行了，老赵，你还收下韩信？你要真喜欢，出门左转买个智能手机，下个游戏玩玩韩跳跳得了。韩跳跳那是何物？听不懂就算了，省下你治中二病的钱，去游戏里买个白龙瑶的皮肤，就算是贴近你的兵仙了。好了，今天这堂课有点长，累死我了，下课。蒙恬，传朕旨意，立刻把章邯、王贲都给朕叫来。诺。